许怀松，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用最真实、最坦诚的样子，重新认识一下。你好，我是毕业于苏轼一中高3 9班的阮玉。曾经很喜欢你，现在等等，这话应该我先说。你好，我是毕业于苏轼一中高3 10班的许怀松，曾经非常喜欢你，现在比曾经更喜欢你。这手还握不握了？不握的话，抱一下吧。怕被你看穿，又担心你不懂心思的隐秘，是字不答应。哎呀，不好意思啊，那我这正巡逻呢，完了看你们这个，这跟拍电影似的，看进去了，打扰了，打扰了。那个我马上走，马上走啊。我们是在对电影剧本呢，刚刚对完上一幕，我们现在进去抠一下细节。想要抠什么细节啊？是有个想不通的细节要抠。我很好奇，在他重见天日之前，到底是怎么安然度过这么多年的？我当年离开的时候，把电池拆下来了，把手机和电池放进了密封箱里。当然了，你也可以问一下手机厂家，他们是怎么制造出来这个奇迹的。那你站了半天，不饿吗？飞机上吃过了。飞机上吃过。那太可惜喽。我准备的夜宵，你不吃啦？坐吧，我突然又饿了。干杯！干杯！来入口喽。那个汤不错。小时候那么多顿炸鸡没白吃。你
你是我们班主任的女儿，我们班每个同学都认识你。就这么简单？就没点言情小说里那种浪漫的邂逅？那没有的话，就不能当你的男主了。能，让你当，那你当够。都当了几十张的男主了，不当也罢。你什么意思啊？现在是不是可以正式升级一下身份了？皮皮，你怎么这么顽皮啊？你不知道姐姐正在说很重要的事情吗？我们一起听啊。一起听。怎么了？闻什么呢？啊？闻什么？闻我们身上的油烟气呗。我身上也有油烟气，是在你这儿染的，是不是要负责呀？怎么负责？请我洗个澡。洗澡啊？刚还在升级身份，这么快吗？你也没带换洗的衣服呀？洗完澡以后你穿什么呢？我带了。楼下车里。你今晚是要留宿吗？想什么呢？我的意思是，你要是留宿的话，我就把客房给你整理出来。不用，我留，但不宿。时差还没倒过来呢，一会儿我在客厅里工作，陪着你。这样应该不会做噩梦了吧？一会儿我下楼拿，你先收拾，早点休息。去吧。晚安，晚安。男朋友。男朋友。男朋友。我那晚安是不是说早了？睡前真的不再做点什么了吗？许怀颂今晚在我家。你俩终于撕下伪装，准备坦诚相见了。我现在在卧室的床上躺着。特乐啊，是辗转反侧。紧张的哦。他现在在客厅，做准备工作啊。是忙于工作。两情相悦，还孤男寡女，还共处一室，还忙于工作，他该不会什么呀？是不行吧？怎么突然就回国了？有急事吗？回来当男朋友，算急事儿吗？正式的那种吗？不然呢？没有试用期。又不是应聘，
有什么生气啊？哦，好吧，那你现在是在他家工作。你这个男朋友不但正式，还正得发邪呀！太正了吗？太正了，实在是太正了，可以说是正得发邪了。给他颁奖吧。那他这么正，只能我歪一下了。任玉，怎么啦？这么晚了，怎么还在刷视频啊？我有点睡不着，我有点无聊。那我进来了。嗯。我想着让你能早点休息。我一个人在客厅无聊，你怎么还无聊上了？你有点无聊啊？嗯。那要不我陪你聊聊天？我说我陪你聊聊天，你笑什么？有吗？我在笑吗？你笑了？你笑什么呢？我在笑我被我女朋友套路进房间的事情。不是你问的吗？我不想问，烦死了！你出去吧。生气了？我没生气。好了好了啊，是我想来的。先出来嘛，别闷在被子里，睡不好这样啊。你干嘛？我300多条短信，那么多套路，都被你看到了，我也没说什么呀。那是一报还一报。谁让你当时那么美滋滋看我的小说，你还让我念。哦，我让你念什么了？没什么，我睡了。说清楚再说。那我郑重跟你说明啊，我小说里第23章那些内容，那纯粹就是为了戏剧效果而虚构的。我本人当年从来绝对没有做过那些。那些。不过写的还不错。真的吗？恋爱谈过半次，吻戏写的倒是挺逼真啊。
那当然了，我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呢。你干嘛？想喂你吃猪肉。窗台的花绽放开，思念也席卷而来，散不开。想与你的手紧握起来，漫步于人海，任由风轻轻拨动你裙摆，踩过的心怀。只有你是无法被替代，一切你来喜就别轻快，知道吗？他怎么一脸淡定的？寻梦已久的爱，也知道为你而存在，从细针变成爱，就现在，别再。看表情，你是看不出来的。你要听，它真的比烟花炸得还猛。哎，走错了？说什么呢？不小许在这儿吗？怎么可能走错呢？阮老师、曲老师，请进。请进。哦，我来拿拖鞋。啊，我是粉色那双。哎，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我包的包子，我煮了粥。走走走，换换换。怎么？你宁愿相信走错了，也不相信女儿真谈恋爱了？不是，这不谈则已，谈也太快了。你别这么急着下结论，看看什么情况再说。啊，拿钱，拿钱，拿钱。哎，小许啊，哎，阿玉呢？他还没醒。还没醒啊？这平时也不是爱睡懒觉的人，怎么到现在还没起啊？要不你去叫叫他？好。我去也不太方便，要不还是曲老师您去吧。啊，对对对，好，我去叫。我亲闺女嘛。来来来来。您来。睡这么香啊？
阿玉啊，是红色的，几点了？我是你妈。妈。嗯。妈。妈。哎，你怎么来了，妈妈？怎么，嫌我来的不是时候啊？没有啊。赶紧的啊，快点起来洗漱，下去吃早饭。你爸也来，快点，快点啊！我爸。小许啊，哎，你这是刚从国外回来啊？对，昨天晚上刚回来的，时差还没倒，就工作了一晚上。年轻人忙点好。对，好。那你这次回来是那边的事儿都忙完了？还没，有几个案子还没收尾，过段时间还得再过去。不过，我已经没有再接新的案子了。小许啊，那你的打算是？打算回国发展了。好。玉玉呢？还没弄完。阿玉啊，这干嘛呢？快出来吃早饭了。来了吗？快点过来吃早饭。来，你看，你爸给你包的包子，一大早忙到现在，有菜包子，还有肉包子，是不是？都是我爱吃的，谢谢爸。还有小许给你煮的粥。爸妈，你们今天怎么来的这么早？这不是怕你睡不好吗？上次在家的时候，你看你这眼睛下面黑眼圈，大的跟小熊猫似的，是不是？行，现在啊也是不用担心你了啊。谢谢。哎，小许，哎，你知不知道周俊那孩子现在什么情况啊？警方目前对他采取了强制措施，具体的还得等会见过后才能知道。我也想着一会儿去趟律所，再了解一下情况。好。吃完饭我跟你一起去吧。吃个大包的包子。吃。来，用这。小许啊，那你的打算是？打算回国发展。你等等，怎么了？我刚才刷牙的时候，听到你跟我爸妈说的话。其实这件事儿，本来我打算过2天告诉你的，但是我看老师他们好像也不太放心，所以我就提前表了个态。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说表态就表态了呀？你在那边打拼了这么多年的事业，还有你积累的人脉资源，这些都没你重要。可我还是希望是我们2个人共同解决这个问题。其实这2天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件事儿，本来打算见面跟你说的。你看啊，我的工作性质呢，对地域限制会比较少，用不着1年365天都待在国内。也许以后我可以抽出一部分时间去国外旅居，你也不用彻底放弃那边的事业，可以同时开拓国内国外2块业务。这样你每年也会有一部分的时间可以待在国内。你看，这个方法是不是会比较良全？你说的没错。不过你想不想听听我的2全？你知道为什么我一直都没有入外籍吗？为什么？因为对我来说，那个地方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家。
我的根在中国，亲人也在中国，现在还有你，也在这里等我，所以我必须要回来。那叔叔呢？叔叔一个人在国外怎么办？其实爸爸生病之前，从来就没有提起过要改国籍的事。以前我以为他会有一些别的规划，后来他生病之后，我整理了他的工作资料，才发现他其实一直有做国内的投资。这次他进抢救室之前，手里还攥着全家福。我想爸爸可能后悔了。不过他现在身体还需要一些时间恢复，接他回国的事得缓缓。其实我很高兴，你愿意为了我考虑这件事情。但是这些年，我积累的最重要的，不是换个地方就没用的人脉和资源，而是能力。我有能力能在国外做好一名律师，在国内，我也一样可以。过去的10年虽然很长，但是跟往后的几10年比起来，不也不值得一提吗？安全带，出发。这次真找了一个律师男朋友，应该放心点了吧？他这个行业啊，看着人际关系简单，接触人员少，不太出门。但是你也知道，这网上这些舆论多吓人呐！我们学文学的，心思细，很多话呀，特别容易走心。我想着吧，找个律师，随时都能帮上忙。这才呀，给他介绍一圈律师。你想，现在我们2个还在，他出了什么事儿还能陪陪他。哎呦，这要是以后我们俩走了，他这一个人，我怎么放得下心啊？今天看到小许在，是吧？他也有打算回国工作，我就放心多了。别说那不吉利的，你看你现在这身体，1天3顿，顿顿2大碗米饭，能吃能睡的，别想那没影的事儿。你说什么呢你？我跟你们这些理工男真是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我叫身体好，是不是？我这叫未雨绸缪。也可能是杞人忧天。哎，好成语不是用在这种时候的。你现在最好是把我这个包子给我热一热。刚才光顾着看他们，我都饿着没好好吃的呢。我给你重新包。重新包，你女儿这屋里有面粉吗？重新包。我是我眼花了吗？我是不是该去看一下眼科了？不，如果要去的话，我更推荐脑科，看看反应迟钝能开点什么药调理一下。什么意思啊？我不会是我们公司最后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吧？喏，你可以问问保洁阿姨。如果阿姨还不知道的话，你就是倒数第2个。哟，这么早啊？正式工就是不一样，一上岗就光明正大的，不像我这临时工只能地下恋。看什么的？被你们的幸福刺到眼了。对了，周军的案子怎么样了？还在正常推进，周军的父母已经来过律所了。本来人家是想委托你来接这个案子的，但是你的情况，我跟他们父母说了，然后他们就同意委托张姐来接了。张姐呢？小孩送的，他怎么没来？我是智坤律所的张玲律师，你的家属委托我作为你因涉嫌故意杀人罪、绑架罪一案的辩护人。
你对此有无意见？我有意见，我只要许怀松。我说了，我只要许怀松，只有他能救我。我跟你说过这个事情的呀，许怀松。许律没有国内律师资格证，他既不能为你辩护，也不能为你上庭。不管你现在是不是在排斥我，你只能选择相信我。好。关于本案的案情，你跟警方如何陈述的，请向我原封不动地复述一遍。我在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啊？会不会涉及到隐私什么的？你认识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也许你还能给我们提供一些信息。你就在这旁听吧。好。这是我跟周俊谈完之后梳理出来的资料，你们看一下。根据周俊的说法是，被害人遇害时，他本人并不在现场。案发当天是被害人开的车，案发前40分钟左右，周俊坐在副驾驶，与被害人起了冲突。冲突原因呢？周俊说，被害人进入环市工作之后，经常加班应酬，两人相处时间越来越少。而且被害人跟他在一起经常心不在焉，所以他一度怀疑被害人出轨。两个人不止一次为这事儿吵过。你遇到过他们俩吵架吗？有，我记得上个月的时候，就是怀松飞美国那天。你注意安全啊！我们先走了。嗯，再见，拜拜。你怎么还生不清？除了那次还有吗？还有几次都是在环市的楼下，而且姚鑫对周俊的态度确实是一直比较冷淡的。具体的时间我查一下手机上的打车记录，一会儿截图发给你。好。关于怀疑被害人出轨一事，周俊有没有确切的证据？没有。周俊说，案发当天就是想看被害人手机，确认他有没有出轨，却被被害人制止了，两人吵了起来，发生了肢体冲突。周俊被被害人抓伤了手臂。现在警方锁定周俊的一件关键的证据，就是被害人指甲里残留的皮肉跟周俊的 DNA 一致。但周俊的说法是，肢体冲突之后他就下车了，被害人独自开车离开，他自己一个人在山路上徘徊了一段时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手机又没电了，他就步行走到了老师家，再之后就是跟老师一起吃饭，收到了被害人遇害的消息。那目前这个案子没有出现第二嫌疑人吗？暂时没有，那条山路上是没有监控的，被害人车辆上也没有行车记录仪，车内包括凶器羊角锤上也没有发现周俊和被害人以外的生物痕迹。至于案发现场，因为那天刚巧下了一场大雨，痕迹遭到破坏，取证也比较困难，警方在进一步的侦查。有话就直说。许律，这个案子目前看起来情况并不是很乐观。我知道你没有国内的律师资格证，但是智坤律所的一些疑难案子，你有时候也会参加。周俊这个案子，要不要一起？张姐啊，许律对刑事案件也不是很了解，我看这次就算了吧。刚才许律问的那几个问题都问到点子上了，一看就很专业啊，不像不熟悉的呀。这样，周俊这个案子你们正常推进，至于我本人进不进来，我们再议。
我还以为你会劝我，或者是问问我不接刑事案件的原因呢。每个人的心里都有秘密嘛。你不想接刑事案件，肯定有你不想接的理由。你不想说原因，也肯定有你不想说的理由。但只要你想说，我一直都在。我刚在楼上开会来着，等的时间长了吗？刚到，特意给你打包了好吃的。明英吗？这么好，抱一下。怎么了？许怀松和阮玉在后面。别回头。有吗？怎么办？要不咱俩坦白吧？闭嘴，他们过来了。明英，啊，这么巧，正给你打电话呢。你怎么来啦？我来给你送饭啊，都是你爱吃的。那本来是我的。太好了。这个本来也是我的。不是说下楼吃饭吗？刚刚不是下楼吃饭，怎么在这儿？吃饭。对呀。我刚要下来吃饭，然后碰到沈小姐了。那既然这么巧碰上了，咱们就一起吃呗。不用不用，你们吃就行。这有什么的？反正咱们4个都认识。一起啊。一起吧。走吧。就当是给我加餐了。多吃点，让我来看看你给我带什么好吃的。哎，我点的。你虾仁。这么巧，也是龙井虾仁。加餐也是啊。真巧啊！可不是嘛，这就是有福气的人啊！这口福来了，挡都挡不住啊，是不是？你好，辣子鸡，什么爱用？哎，你看这个我就不爱吃，不爱吃辣的。辣的菜里边，我只喜欢吃一道菜，你知道是什么吗？麻婆豆腐呗。哎，还真是麻婆豆腐。麻婆豆腐。你忘了，我也爱吃啊。我今天本来准备的双人餐，想咱俩一块吃的。我记得你大学的时候，你最爱吃麻婆豆腐。对呀，学校门口那家。对，就是那个，你还记得？你少说话。手机响了。我回个消息啊。回。哎，刘律师。你平时手机都不调静音的？我平时怕错过一些案件的重要的信息啊，习惯了，所以就习惯性的把声音调得很大。那你倒是看呀！啊，我看啊，拿出来。我当然得看了。要糖醋小排，请慢用。哎，那个新闻推送，这是我最爱吃的菜，你帮我准备了吗？你看看。什么音？不可能！你看这个，说什么来着？你最爱的必须有。来吃饭。差不多。
说你们恋爱当中的人怎么就不能体谅一下我们这种单身人士的感受呢？是吧？你们爱意浓浓，我们就抱团取暖。对，那你给我加，哎，我也给你加。啊，可以。哎，来谢谢啊，谢谢。再吃点，一样吃一个都行。好，谢谢。还要吃什么？你们抱团取暖起的挺好的。之前是一起吃过饭吗？没有。哦，之前刘律师帮我处理分手的那个纠纷，然后我为了感谢他，请他吃过一顿饭，就那一次，我给忘了。对啊，就一次。就一次。就一次。虾仁好吃。最近厨艺有进步啊！是的啊。又演到我父亲当年的那个案子。那就先这样。你们去吧。我继续取暖取到底吧。啊，我送你。不用，我打车就行。别呀，送活送到西嘛。是吧？是。行，那谢谢刘律师了。哎，客气。走。那我们先走了。去吧。拜拜。快去吧。放人。哎，魏总，薛律师辛苦了，职责所在。哎，警察董事长，辛苦了。走。你需要等一下了。你有完没完啊？警察同志，我已经很配合你们工作了，有什么事情跟我的律师谈。哎，干什么？哎，你们干什么？我要告你们！哎，这2个案子看来都不是很顺利啊。如果把2个案件合并在一起，会不会就胜了？刚才听小陈分析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妙涵，这些都是罪证。所以你是说魏晋给孙妙涵的那个手链，姚信有同款？对，虽然可能是撞款，但是你们刚才说可疑对象有可能在环市，而魏晋又很有可能是个性侵惯犯，而且我记得姚鑫在出事之前是经常跟着魏晋出去应酬的，可魏晋这段时间看起来一点也不伤心的样子，我总感觉哪里怪怪的。当然了，这只是我开的脑洞，可能不够严谨。我们办案就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我觉得可以按照这个线索继续追追看。可是这个矛盾点说不通啊！你们想，即使魏晋，他就是一个性侵惯犯，可是性侵跟杀人这是2件事情。一个性侵惯犯在进行杀人之后，能把现场处理得这么干净吗？如果说凶手并不具备杀人的犯罪经验，只是刚好有戴手套的习惯，戴手套的习惯是，这也是一种可能。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凶器上只有姚鑫和周俊的指纹，却没有第3个人的指纹。昨天晚上我去物业调取了电梯的监控，3月的天儿，魏晋他还戴了一副皮手套。没错，一个巧合可能是巧合，多个巧合就不能是巧合了。
我马上联系警方，看能不能赶在今晚之内把这事情核实。辛苦。我要告你们！放开我！放开我！魏晋，你涉嫌故意杀人，现在我们依法对你进行刑事拘留。魏晋已经认罪，周俊涉嫌故意杀人的嫌疑已经洗清。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为正义而战，不辛苦。太好了，我们这算是打了一场非常漂亮的仗。现在一上网，志坤就挨夸。哎，只有我一个人还在回味那天宋哥跟阮姐无敌默契的超神推理吗？警方本来就已经往这个方向上调查了，锁定魏晋那是迟早的事。我们只是作为知情人提供了一些线索，帮忙加快了进程。你这有点谦虚了，啊！你这一个加快，让周俊跟孙妙涵还有受害者家属来说，这减少了多少的心理压力啊！对啊，太谦虚了，徐律。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魏晋能这么快认罪，警方是掌握了什么关键证据吗？警方复原了魏晋从案发现场带走销毁的一支录音笔里的录音，录音记录了案发过程，还有姚鑫生前给父母录的一段话。爸妈，当你们听到这段录音的时候，我可能又让你们失望了。从小到大，每逢大考，我总是心态失衡，让你们一次又一次失望。这次我努力很久，终于进了会试，本以为柳暗花明，终于能做出成绩让你们为我骄傲，却没想到。魏总好，我是新来的策划姚鑫。说说看，你为什么应聘这个岗位？想多学习，多进步，多赚钱。你倒是挺诚实的。正好，我这儿有个项目，你过来看一看，考考你对内容的敏锐度怎么样？来呀，过来看看。啊。你看啊，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就是内容。你看懂了内容，也就看懂了咱们这个行业的规则。魏总，这是您要的文件。这文件不对吧？这文件您之前批示过，没错的。你自己看看，来看看呀。你好好看。这个文件现在没什么问题了。但是你要走出这扇门，它有没有问题就不一定了。我手头有个新项目，你做负责人怎么样？你长得漂亮，工作能力又强，总不能一辈子干策划吧？听我的话，我不会亏待你的，啊？我就这样在挣扎中屈服了。可是我的屈服，并没有换来他兑现承诺，只换来他无穷无尽的危险。爸，我手里有他侵犯我的证据，我决定找他谈判。他要是给不了承诺我的东西，我就报警。如果这段录音公开了，就证明我谈判失败了。但或许说出这一切的我，会获得新生。
案发当天，姚鑫与周俊分开之后，姚鑫下定决心去找魏晋，用魏晋私下给他的一部魏实名手机联系他。哎，妈妈。阿姨啊，案子破了。那周俊这孩子，因为挟持你爸那事儿还出不来。你爸跟我商量了，想着要不要给他出个谅解书，看看能不能争取给他减点刑。应该是有机会争取的。这件事儿我会跟张姐说的。你说这俩孩子吧。对了，姚鑫这孩子你去看过他没啊？嗯，我跟怀颂前2天去过墓园了。哎，希望在那个世界，一切罪恶都被光明扫除，你能被善意包围，安宁、自由。邓老师，啊，我刚才在走廊啊，看见你们班一学生，哎呦，走路都在看历史书，一边看一边背，哎，那认真劲儿。那好啊，哎，不愧是我们班学生吧？得点名表扬啊。知道是谁不？赵毅，没想到吧？你可别给他骗了，那历史书里面肯定夹着课外书呢。我这得逮他去。哎，你还不让人学生进步了？哎呀，他进1步退2步啊！哎，老师，正好找您呢。这道题上写世界上第一辆汽车是哪年发明制造的？我回答1886，怎么错了呀？1886年呢是获得汽车专利的一年，普遍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台生产的汽车，但实际上呢是1885年生产了第一台内燃机汽车。哦，1885，谢谢老师。没事。1885发明制造汽车，1885，你爸老，哎，你爸老发明制造。来，这节地理课提前开始啊，把卷子分一下，我们开始分析试卷。你这分析的什么？乌兰巴托明明是温带大陆性气候。赵毅，上课了。喂，赵姨妈妈是吗？不要忽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家长的疏导还是很重要的。比起学习成绩，我觉得孩子的身心健康才是第一位的嘛。如果真的因为学习压力造成心理崩溃，这个后果不堪设想。你这辅助线都画错了，第一步读错了，你能解出来吗？哦，这样画。再看一遍，这回懂了吧？哦，就。你干嘛呀？吓我一跳！我解出来了，得45度。至于吗？这么简单的题，你激动什么呀？我当然激动了，这代表着我离你的分数线又近了一步啊！就这，你还差着远着呢。看题，还有什么题不会，赶紧问，我要回家。这个。嘿，哎呦，许大壮抱白许大厨啦！哎，那你们先聊，我先做饭。辛苦你了。哎呀妈呀，你这镜头也是啊，又齁又晃。
你这个镜头看起来也挺齁的呀，这是刘大厨给你准备的爱心晚餐吧？今天加单。哎，你最近事儿一茬接着一茬，这2天怎么样啊？好多了。那环视那边呢？现在什么情况？郑总今天跟我说，项目暂停了。没事儿，怀疑魏晋的时候就已经想到过这个结果了。把他绳之以法才是最重要的。现在只是暂停嘛。你说不定过2天就重启了。哎，你趁这个空闲的时候可以写写新书啊。之前在申奥那个非遗的项目，我觉得真的很不错。算了，先休个假吧。来，尝尝看味道怎么样？好好吃。那我关火了。那行，不打扰你们2人世界了啊。我就干活去了，一堆事儿要忙到废气。哎，我最近挺闲的，你要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随时跟我说啊。好，有需要你的地方一定不跟你客气哦。拜拜，拜拜。好香呀，我都饿了。马上就开饭了啊！明天我不用去律所，咱们要不要出去转转？好啊。聪明的律师，很贵的。这是我最后的积蓄，请聪明的律师，这够吗？事情解决完，立刻搬走了。事情解决，立刻搬走。那聪明的律师一般要多久？得看这烂摊子有多大了。那我这烂摊子啊，这么烂，3天吧。3天？那我再忍3天吧。喂，是我再忍你3天。